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牛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这期视频非常的不一样，或者说我们频道里边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类型的视频啊，它应该是小白测评单期新机最多的一期啊，因为之前这种新机我们都是一个一个跟大家聊，这一期是组队啊，6台机器一起跟大家聊。这期是618各个品牌出的特供机的一个专题视频。提前说明一下，这期不是什么深度测评，这期主要跟大家聊的是 ID 和质感，因为这些机器它大部分都是线上的机型啊，这个 Reno 6这两个不算是啊，这个是混进来的，因为这4台吧，基本都是线上的这个机型，大家可能在买到它们之前是没有机会摸到它们的。那么我们提前摸。这句话有点怪是吧？反正就是我们提前拿到它了，可以把 ID 和质感方面呢跟大家讲一下，它们适合的人群和需要注意的问题也集中跟大家讲一下。不过那天小白测评，我靠，这名字我们就不一给大家念了，直接给大家打出来，大家都看一下啊！记得300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。视频由小白优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，全品类精品二手商城，生活用品5折起，能买也能卖，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。OK， 我们就先来第一台啊，这个前2个都是 Realme 的，这个 Realme 的 Q3 Pro 的狂欢版。我先说一下它定位啊，它是介于 Q3 和 Q3 Pro 之间的一个产品，它比这个 Q3 Pro 呢要稍微的低一档档。改变在哪儿呢？首先这个外观 ID 啊，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觉得它像谁 ？K9， 对，它其实是 OPPO K9 的一个套娃版本，它的性价比呢其实要比 K9 要高一些的，骁龙 768G 的处理器，1100可以达到68万。这个性能差别还是比较大的，但是它也有提升的地方啊，就是50瓦的充电，这个相对于 Q3 Pro 来说呢，还要级别更高一些啊，这个充电也要更快了。如果你要是想买 Q3 系列的机器，那么这台机器比较强调的是屏幕和充电啊。屏幕方面，它是6.43寸的这个三星的 AMOLED 的直屏，120赫兹加上36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，这台机器应该算是Q3 Pro 的一个性能缩水版啊，但是它是充电加强版啊，其他的配置基本上都差不多的。这个174克全部都是塑料的，大家列一个长表，你可以暂停查看啊，把本期出现的这6台机器的参数，关键的我们全部都给大家打出来了，你可以暂停好好看一下。Q3 Pro 狂欢版，你听狂欢版这3个字就是618的这个特供机，它的适应人群呢就是对性能要求没有那么高，然后拍照方面和轻薄方面比较有要求，还有就是屏幕方面，它是6400万的这个主摄啊，没有 NFC 需要注意一下。OK， 下一台还是 Realme 的一个 GT Neo 的闪速版啊。为什么叫闪速版啊？因为这台机器改变照 GT Neo 只提升了一个地方，就是把充电升级到了65瓦的双电芯，也是绿厂系的这个标配吧。这台机器呢，还有一个大的改变就是 ID 方面，之前这种黄黑配色，尤其是这个素皮啊，是这个曙光版本的专属。这个曙光版本的难点呢，其实就是在于中间的这块亚克力的条，它不是玻璃的啊，注意它是塑料亚克力的。这一条呢，增加了这个素皮版本的这个难度。今年 Realme 啊，大家可以把塑料王者这4个字打在公屏上，因为他们的机器基本上今年都是塑料的。塑料中框今年还有几家，但是塑料贝壳好像是 Realme 今年玩的最多的。但是啊，这个曙光版本的这个素皮，这个是不错的。这台机的定位是 Realme GT Neo 和 GT 之间的一个版本，重量也增加了一些，186克，然后厚度方面也增加了一些。这个档位这个机器算是比较厚的了，9.1毫米啊，一些细微的小改变。如果你是关注 Neo 的这个用户，可以看一下它，因为它比这 Neo 还稍微贵一点点啊。这个天玑1200的这个处理器，其他参数方面都是一样的啊，大家可以回头看那个参数表。价格方面也是2000多块钱，这个是1500元档位。OK， 第3台机器也是第2个 Neo 啊，是来自 iQOO 的 Neo 5活力版。它呢是比原本的那个 iQOO Neo 5呢要稍微的低那么半档，因为它换上了一个 LCD 的一块屏幕，但是价格自然也会更低一些。其实这台机器的整体定位呢和刚才在开头咱们说那个 K30S 是基本一样的，基本上它现在的这个价格区间呢，也和 K30S 是在一起的，因为 K30S 现在好像是在2000元这个单位单，它也是在2000元这个单位单，8加 128G，2199元。但是这台机器呢有一个特别的 title 啊，它应该是目前配置最高的 LCD 的机器。而且是 LCD 的新机，因为 LCD 这个屏幕确实它有自身的这个局限性，比如说厚度啊，比如说挖孔屏的边角发暗的这个问题啊，现在旗舰机基本都不用 LCD 了。但是呢，我也知道很多人就是 LCD
永不为奴，是吧 ？LCD 永不为奴，这个就天生喜欢 LCD 的这种观感。870的处理器啊，今天有多香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不过你把这台机详细体验完了之后，把玩了之后呢，它应该不太是 iQOO Neo 5短了半档，而是 iQOO Neo 3全面升级版。啊，它换上了一个870的这个处理器。厚度方面呢，8.93毫米，然后重是198克，塑料的，这个中框也是塑料的，保留了极为先进的3.5的耳机孔。它后背的这个镜头这个模组其实就是和 iQOO Neo 3就非常的像。这个侧边的这个指纹识别也是凹陷式的，并不是现在比较高级一点的那种做法，是跟这个边框做的是同样的那个弧度的，塑料的整个这个机身你需要注意一下啊。但是它的核心的内部配置真的还是挺高的。这个870 LPDDR5 加上 UFS 3.1增强版，然后打到浅色界面的时候，在这个右上角的这个挖孔这里确实还有一点点偏暗啊，其他地方都还好。这块 LCD 屏幕的素质就还算是 OK 的。这台机适合的人群呢，就是 LCD 党还追求性价比、追求旗舰性质的，那么这台机应该是目前唯一的选择。然后需要注意的点是，其实也跟 K30S 是一样的，就是整机的质感并不好。这个机的这个塑料框架是非常宽的啊，这个拿在手里划过边缘的时候手感并不好，但是它的核心配置、核心性价比啊就很高。OK， 下一台就是绝对的旗舰机了，这是888的一台旗舰机。严格来说，这也不算是618的一个特供机，只是赶上了618的这个档口啊。红魔的6R， 这也是之前预热了很长时间。之前这个 K40是吧，游戏增强版说它是最轻薄的游戏手机，然后红魔马上说是吧要干它。这台机拿到手之后，我感觉还是不太像那种西装暴徒的感觉，因为它没有怎么西装，就是它外画依然是非常游戏的那种风格，包括这种红色的红魔的这个标，然后两侧这种机甲风格的这个设计，包括上边镜头这个元素，它也是一个镜头模组是吧？看着非常像中兴系的手机，今年好几个这种镜头模组了啊，然后旁边也是抛光过了的，就是应该会有其他颜色的版本，但是我们拿到了就这一个。机器可能是 ID 设计方面的原因，就是它这个中框呢其实向外凸了那么一点点。这个机器本来是非常轻薄的，7.8毫米，186克，看这参数是吧，非常轻薄，但是一上手的感觉没有参数那个数字来的那么直观，就是它这个边框，尤其是背板划过边框的这个位置，它突出了一个棱，在握持的时候。降低了一些手感，然后正面呢是6.67英寸的一块 AMOLED 的屏幕，然后还有144赫兹的刷新率，然后也是带尖键的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游戏手机嘛。这台机出来之后呢，有个争议点就是它的电池，因为它之前一直调侃这个 K40游戏增强版，它这个轻薄算是牺牲了很多电池。这个电池呢4200毫安时，对于一台游戏手机，尤其是888的游戏手机来说，这个电池确实小了一些啊。这个55瓦的一个充电，这个还算是 OK。然后拍照的参数方面，那么给大家打出来，这些机器呢，这4台啊，我们都拍了一些照片，集中给大家过一下。但是也要说一下啊，它们不是同一级别的机器，我们只是让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拍照，你觉得行不行？如果你觉得哎好像没啥问题是吧？那你就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个机型。这台机器还有2个小细节，第一个是它没有 NFC， 第二个是这块屏幕，哎呦，怎么一拿到红魔6之后就老手抖呢？它是 Delta 排列的144赫兹的啊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它的价格，我觉得它价格应该会打一个措手不及啊。给走波弹幕，你觉得多少钱是 OK 呢？毕竟是888嘛，这个旗舰的质感方面各方面还是 OK 的。这还有一个腾讯游戏的一个小标识啊，应该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优化之类的。OK， 本期视频的最后2台机器也是颜值和 ID 方面做的最出彩的2台机器，这个 Reno 6 Pro 和 Reno 6 Pro Plus 啊，它们不是618的特供机啊，就是 Reno 系的正常更新的机器，只不过是赶在了这个档口上。我们这期视频呢顺带手啊跟大家聊一下 ID 方面啊，就是你一拿上手这2台机器，就感觉哎，这是 Reno 6吗？这换代了吗？这个。跟前代的一比 ，ID 风格几乎没啥改变，还是这种三明治两侧收边的这种设计。ID 风格，我觉得这个质感你玩的再好，这个 Reno 下一代也真的需要改一下。2台机应该算是双平台旗舰，一个是天玑200，一个是骁龙的870啊。对于 Reno 的这个定位来说呢，870也算是够了啊，因为它毕竟是强调颜值、强调拍照的这样的机型，它的。强调性价比的这个概念是不高的，比较偏线下的，177克，然后大哥这边是188克，也都是比较轻薄的，7.6毫米啊，一个7.99，这个
确实是非常轻薄了，正面都是品质非常好的90赫兹的3.8屏幕，它这个大哥Pro Plus 这边也没有上到120赫兹。Reno 这个系列除了强调 ID 和质感之外呢，还强调这个拍照方面 Pro Plus 这边呢是 MX766啊，这两台机器的这个照片呢，我们给大家放一下啊。766和 Find X3 Pro 的主镜 sensor 是一样的，这是和索尼这个联合定制的这个基础素质方面肯定是没毛病。然后 Pro 这边呢是 OV 的64B 啊，6400万的一颗主镜，它们两个全部都是4摄，但是呢都是有这个凑数镜头的啊，这个基础参数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有这个酱油镜头。Reno 系列的主受众基本也是女性为主嘛，它这次和这个 Bobbi Brown 这人女性用户啊，女性小伙伴是吧？我的60%的女粉应该是知道这人的，但是我是不知道，也不了解啊。他应该是一个美妆品牌是吧？还是一个人？这个好像是一个什么美妆大师，这个定制了一个妆容。这个我们找工作室的小姐姐也拍了几张，你可以看一下啊，就是强调裸妆的这个概念啊。这个 Bobbi Brown 啊，还有这个视频美颜。这次在质感方面呢，有一个颜色是有升级的啊，就是这个夏日晴海这个颜色呢，它是晶钻工艺的3.0，晶钻这个工艺之前我们跟大家聊过啊，就是 AG 工艺呢，它是减少了光泽感，但是增加了这个磨砂的这种手感但是晶钻呢，就是又保留了光泽感，然后它又保留了这种 AG 的这种磨砂的质感，它是两个优点吧。这个晶钻3.0有点像那种雪花，然后掉到玻璃上，然后再给冻成了小冰晶的那种感觉啊。给个特写，你可以看一下，真的是很像啊，这个感觉还是很特别的。夏日晴雪只有这一个颜色是晶钻3.0，其他的都不是啊，这个就是之前的那种工艺。然后在 ID 质感方面呢，虽然说他们的镜头模组基本都差不多，长得很像，但是 Pro 这边呢，它这个镜头模组凸出来的这个框架啊，这个框起来的，这是亚克力的啊，这是塑料的。然后这个Pro Plus 这边是一个金属的，明显质感就要更好一些。本期视频所有机型的这个处理器呢，其实之前我们都就着某一个手机跟大家做过深度的这个性能分析，大家都可以直接查看这个我们数据库的数据就可以了。其实改变方面呢都不是特别的大，只不过是针对一些细分的市场啊，就比如说 Realme 啊，它这次是200块钱200-300块钱就一个档位，真的是为618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准备，在每个价位段你选机的时候，它都想插一脚，都会有 Realme 的这个机型，存在感还是挺高的。然后 iQOO 这边呢是做了一个去年相当于 K30S 这样的一款机器，然后红魔这边呢这个电池确实是有一点小，但是如果你想买轻薄游戏手机的话，这个红魔也是专业的游戏手机品牌，电池确实稍微小一些。Reno 这边就不算是618特供机啊，这是一个 Reno 系列的这个旗舰机型，整个机器的这个定位啊，还有就是质感方面呢，其实一直都延续了 Reno 的这么一个性格，强调质感，强调 ID 和颜值，然后强调拍照。OK， 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。618期间呢，应该我们会有一期推荐，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啊？想看请扣1啊，想看618小白测评上半年推荐的，请扣1，各个价位段的，让我看到你们的存在啊。OK， 最后一个问题问大家一下，今天出现了1、2、3、4、5、6台机器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最关注哪一个？我想一下啊，我觉得 Reno 6和 iQOO 的这两台，我觉得应该会卖的比较多，当然是我个人瞎猜了啊。OK， 本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更多任何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